這台聯想方胖子充電寶真正的價值不在於把所有功率參數都捲到極限，而是在於它先把產品定位想明白了，以便攜體積為前提，優先把自家的筆記本大功率適配、主力功率口體驗、日常多設備補能場景做扎實。它有邊界，但邊界很清楚；有取捨，但取捨也很合理。整體是一台完成度不錯的大功率移動電源。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測試片跑完後，這台聯想 ThinkPlus 凌訊伸縮線大功率移動電源，它不是那種樣樣都頂滿的蠻力型產品，而是一台取捨很明確、主次分明的方胖子充電寶。聯想生態的適配、自帶線口的表現、手機兼容性這些地方確實也做出了自己的特點，但高功率持續輸出、多口分配這些環節也明顯能看出它的邊界。那麼問題來了，它為什麼會呈現出這樣的測試結果？是功率鏈路設計思路這麼定的，還是內部結構和散熱策略在影響它的發揮？這一期拆解，咱們就把它徹底拆開，看清楚它裡面到底是怎麼做的。充電寶充電器拆解有不可估量的風險，請大家不要模仿，而且拆解了以後會丟失保修，大家還是要愛惜自己購買的這些電子產品啊。要看拆解的話，看我的視頻就可以了。我們先用撬棒把这個上面这個蓋子撬開看一下，我也不知道內部的構造是什麼樣子的。這是上面的電鍍透明的蓋子，上面有一張陶瓷纖維隔熱棉，這是一張泡棉，灰色的導熱硅紙貼，屏幕底部有一個黑色的塑料框架。先把屏幕撬出來，我研究了半天了，中間這一層蓋子也要把它取下來。這個是卡住自帶線不讓它脫落的一個小塑料片，把它取下來以後，自帶線就可以拿出來了。中間的殼體部分同樣有陶瓷纖維隔熱棉，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主板部分的框架了啊。伸縮線結構是在兩個 PCB 中間，兩塊 PCB 靠這個軟排線進行連接。才這個費了我九牛二虎之力啊！底部用白色的膠把這個電池模組全部粘住的，粘得非常的緊。電池上面還有一個塑料的保護殼，把這個4顆21700的電芯罩住進行保護。底部用的是帶膠的麥拉片，把這個電池包住的啊。中間還有一個塑料的柱體放在裡面，防止電池亂竄。這個黃銅板是起到固定電池組的作用的啊，因為它的剛性比塑料的話肯定是要強很多的。這就是充電寶的4串電池組，這是底部的一塊主板，背面同樣貼有這種灰色的導熱硅脂貼，這個就是主板的構造，也相當於是一種立體堆疊結構。給大家展示一下這個模塊，然後再來給大家介紹內部的電路和元器件使用的情況。從拆開後的內部來看，這台聯想 ThinkPlus 方胖子充電寶整體電路是直接按高功率雙向快充產品的邏輯去搭建的。一部分是負責電池安全、整機調度和屏幕顯示的保護管理系統，另一部分則是負責2C1A 接口充放電的雙向功率系統。也正是因為它底層是這樣一套高功率電路的思路，它對聯想私有高功率的支持更積極。自帶線口表現更強，多口同時工作時會有明顯的主次分配。它高功率能打出來，但持續能力又有自己的邊界，這些都不是偶然。接下來後面2個章節，我們先看它的保護和 MCU 控制電路，這部分決定了它整機的安全策略、管理邏輯。再看它的2C1A 雙向功率電路，這部分才是真正決定它輸出能力、功率分配和實際性能邊界的核心。先看這台充電寶的底層安全架構，它內部用了4顆惠州依维里能新能源出品的21700圆柱電芯串聯，單顆電芯容量5000毫安時，
單顆電壓 3.7 伏時，內阻我實測16毫歐。4串串聯以後，整組電壓來到 15.2 伏時，總內阻實測是66毫歐。依為理能2001年成立，主營業務為消費電池和動力電池的研發銷售。保護部分用的是深圳國民技術出品的 NB401 電池保護芯片，負責的是整組電池的過充、過放、過流、短路這些基礎保護邏輯。國民技術2000年成立，專注聚焦安全、SOC、射頻、電源等產品技術方向，外加6顆深圳新控源電子出品的 AGM404 APE 開關管，這裡還有4顆啊，6顆管子則不是簡單的堆數量，而是為了適應這台機器雙向充放電和大電流工作的需求，把開關損耗和發熱壓下去。新控源電子2015年成立，主要從事功率半導體器件研發和銷售，外圍再配4顆思印1000的電阻做均衡，2002採樣電阻做電流檢測，以及2顆 NTC 分別定住電芯和主板的溫度。整機 MCU 管理供電部分配了一顆北京新洲科技出品的 SCT6123 降壓芯片來供電。新洲科技2016年成立，主營業務為高性能電源管理集成電路研發設計。深圳國民技術出品 N32G425 系列 MCU 做整機主控，來處理電量、溫度、狀態切換和屏幕交互。外掛一顆台灣華邦電子出品的 4Mbit 閃存，最後把數據送到屏幕去顯示。華邦電子1987年成立，主營存儲與邏輯集成電路研發銷售。這一章節總結下來，它的保護和控制電路不算花哨，但完整度是到位的，屬於一台高功率商品化充電寶該有的基本盤。再看真正決定它輸出能力的主功率部分，這個方胖子充電寶 2C1A 雙向功率電路，核心是2顆深圳英吉星科技出品的 IP2366，負責協議握手、雙向全橋升降壓拓撲、功率輸入輸出。英吉星2014年成立，專注於高品質數模混合集成電路研發與銷售。雙向全橋升降壓拓撲配置基本一樣，總共配置了8顆新控源電子的 AGM404Q NMOS 開關管和2顆環形儲能電桿。這套主功率電路濾波也沒有省，電池端用了深圳百瑞凱電子出品的220微瓦35伏固態電容，疊加4顆 MLCC 濾波。百瑞凱電子2011年成立，專注導電高分子固態鋁電容器的研發銷售。輸出端則是用了廣東東陽光集團出品的220微瓦35伏固態電容各1顆，再各自疊加2顆 MLCC。東陽光集團1997年成立，業務覆蓋電子新材料、生物醫藥和健康養生。最後看接口分配，2個 C 口 V-Bus 控制各用了1顆新控源電子的 AGM405AP，A 口這邊則用了2顆 AGM306BMP， 這個位置還有1顆。整機的電流採樣一共用了5顆 R004 電流採樣電阻。這部分電路別看器件不大，作用卻很關鍵。2路2366管理3個充電口，也正是因為這套管理和雙向主電路存在資源阻刺，自帶線口優先拿大功率 ，C 口和 A 口為共享電路，電路資源明顯是優先給了自帶線的 C 口和聯想生態場景。這種取捨正好也把前面測試那些優點和邊界全部都解釋通了。兄弟們，看到這裡，這台聯想方胖子充電寶的電路優缺點其實已經很清楚了。先說它的第一個優點，這套電路的架構方向是對的，它在便攜體積的前提下，用了4串圓柱電池組，等效容量是2萬毫安時。這類方案放在大功率移動電源上，本身就是更合理的選擇。4串電壓在做20伏高功率輸出時，電池這的電流壓力會更小，升壓鏈路也更容易站穩。所以這套架構最直接的意義就是優先把聯想自家筆記本的20伏7安的高功率私有協議先做扎實。它不是先捲一堆漂亮參數，而是先把自家的核心使用場景真正的做好。第二個優點是它的主力輸出口和整機管理做得完整。主功率部分用的是英吉星 IP2366 雙向快充方案。我前面測過好幾款同類方案的產品，很多高功率檔位的文波都沒有做好，但這台方胖子把主力輸出口的文波都壓到了比較像樣的水平，說明工程師在調教上確實是下了功夫的。再加上國民技術的 BMS 和 MCU 管理方案，把電池保護、狀態調度、整機控制分開做，這套電路的完成度確實更像一台認真做過工程設計的商品。當然，它的取捨也很明顯，還是因為這台方胖子充電寶4串電池組加上便攜化產品的定義，所以它更適合把20伏7安這種自家高功率協議做好。28伏5安公版140瓦這種更高升壓壓力的檔位負擔就會明顯更重，
真想把這類性能往上推，底層的電池組通常就得上到5寸甚至6寸，這樣的代價就是整體的體積、重量、結構、複雜度都會一起變大。所以這套電路的優點在於架構方向正，輸出乾淨度下了功夫，整機管理也比較完整。它的取捨則是在便攜前提下，優先把聯想自家的主力場景先做好，而不是盲目去捲公版極限性能。這台聯想 ThinkPlus 凌訊伸縮線大功率移動電源，也就是這個方胖子充電寶，測完再拆完之後，它的產品邏輯是一台很典型的場景優先型產品。聯想是要在便攜的體積裡，把自家的筆記本的大功率適配、主力輸出口體驗和日常移動辦公場景先做扎實，所以它前面的測試表現和後面的內部電路基本上是能一一對上的，高功率能打出來，自帶線口表現更強，手機兼容性也不錯。這說明它不是紙面好看，而多口分配有主次，公版高壓檔位持續能力更保守，也說明它的資源分配和保護策略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走全口拼全、全程硬扛的路線，是一台有取捨但取捨很明確的產品。如果你本身就是聯想筆記本用戶，平時又有手機、平板、耳機這些設備一起要帶着出門，那麼這台充電寶的價值會比較容易體現出來。一台機器兼顧便攜、功率和收納體驗，日常用起來也確實順手。但如果你期待的是一台長期替代桌面電源、所有高功率檔位都能夠隨便壓榨的極限性能選手，那它就不是奔着這個方向去定義的。還是老規矩，測拆後我給出我最終的評價。這台聯想方胖子充電寶真正的價值不在於把所有功率參數都捲到極限，而是在於它先把產品定位想明白了，以便攜體積為前提，優先把自家的筆記本大功率適配、主力功率口體驗、日常多設備補能場景做扎實。它有邊界，但邊界很清楚；有取捨，但取捨也很合理。整體是一台完成度不錯的大功率移動電源。測試為了了解，才是為真相，認真測載客觀輸出。我是離火車猜，非常感謝各位兄弟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有你們的陪伴，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動力。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咱們下期視頻再見。